20亿美元换成人民币呢，那得是140多个亿啊！眼看着就要落袋为安，去这个夏威夷晒太阳了，结果啪的一声没了。那个号称中国 OpenAI 的 Minas 啊，想带着核心技术啊，连夜溜出美国。嘿嘿，这次啊，咱们商务部出手啊，那真的叫一个准啊，直接按死在海关。2025年的3月份啊，武汉呢出了个叫 Minas 的团队，发了一段4分钟的视频。好家伙呀，那个视频一出来啊，整个科技圈都炸锅的。那个时候呢，咱们老百姓啊不懂什么叫智能体，就知道这玩意儿神了。它不是那种啊只会跟你贫嘴聊天那种聊天机器人，它是真能干活。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以前的 AI 呢，它像个刚进城的傻小子，你问一句，它答一句。这个 Minas 呢，那可是个金牌大管家呀。你跟他说，你给我挑套房子，要这个学区房，朝南的，首付呢要300万以内的。你说要是这个以前的 AI 啊，得给你甩出一堆链接让你自己看。但是这个 Minas 呢，人家直接给你列了个表，甚至能帮你把这个中介的电话都给打通了，还能帮你写这个看房报告，还能帮你炒股帮你写代码。当时大家都说，这哪是软件呀，这就是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个诸葛亮啊。那会儿呢，他们这个官网刚开放注册，不到4个小时服务器都被挤爆了。那个时候咱们心里面那个美心里面想，瞧见没有？谁说中国 AI 不行呢？咱们武汉这帮小伙子把 OpenAI 那帮老外都给比下去了，这就叫国产之光，这又叫弯道超车。那个时候呢，咱们都以为这是中国科技扬眉吐气的开始可是谁又能想到呢？嘿，咱们把人家当个国货之光，人家把咱们当过河的桥。那这帮年轻的创业者技术呢确实是牛，这个呢咱们不抬杠，但是吧，这个心眼那是真的多，而且是那种损人不利己的坏心眼。那就在咱们还沉浸在喜悦里给他们点赞转发的时候呢，人家早就把这个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了，人家的心呢早就飞到了美国的硅谷去了。这个事吧，得从那笔钱说起。硅谷有个顶级的风投公司叫 Benchmark， 这个名字吧，你可能不熟，在这个投资圈那就是财神爷。这帮美国人眼睛毒呀，一眼就看上了 Minas 这块肥肉，二话不说直接砸过来了7500万美元，这换成人民币得好几个亿那这笔钱一砸下来呢， Minas 这个公司的估值直接就飙到了5亿美元。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钱一到位呢，这帮人的腿就软了。这笔钱它不仅仅是投资，它更像是一张卖身契，或者说是投名状。那到了去年6月份这帮人连装都不愿意装了。第一步搬家，这个公司总部直接从武汉搬到了新加坡。为啥去新加坡呢？懂行的都知道那是为了去中国化，是为了把自己呢洗成一个国际公司，好方便以后往美国跑。这第二步呢更绝，裁员。你以为他们是经营困难裁员错，大错特错他们北京团队呢原本有120多号人，咔嚓一下裁掉了80多个，那留下那40个是谁呢？全是这种核心中的核心全是掌握着算法、代码、数据命名的技术大拿。这就叫提纯，把带不走的费钱的普通员工像甩包袱一样的甩给社会，把最值钱的能卖大价钱的技术骨干呢打包带走。这第三步这简直就是蹬鼻子上脸了。你没听错这帮拿着中国的水土养大，靠着中国工程师写出代码的公司转头呢就把中国用户的账号给封了，甚至把国内的社交媒体账号都给清空了。嘿，我就纳了闷了你是吃中国饭长大的，现在是翅膀硬了，要把锅砸了？对着咱们这些还没有来得及退款的中国用户竖起一块牌子，中国人不得入内。哎呦喂，这种行为往小了说呢叫忘恩负义，往大了说这就叫背叛行径。这事还没完那真正的大雷呢是在2025年的年底，也就是前2个月炸了。那个搞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盯上了 Minas 了，传出来的消息是啥呢？要收购，而且是连锅端，传闻开价20亿美元。乖乖，这20亿美元对于 Minas 那个创始人萧红来说，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直接砸嘴里了。这个萧红咱们得扒一扒他的底
这个家伙呢，他是个连续创业者，以前做过什么一办、微办，都是赚了一笔快钱就卖了，那早就财富自由了。在他眼里啊，这个梅纳斯啊，根本不是什么改变世界的梦想，也不是什么中国科技的希望，那就是个待价而沽的肥肉，养肥了，谁出价高呢，就卖给谁。但是啊，咱们得往深了想一层啊，这扎克伯格他是傻子吗？Meta是慈善机构吗？这美国人为什么愿意掏20亿美元买这么一个成立没几年的中国团队？是因为这个美国人自己搞不出来吗？你猜对了啊，美国人在这个 AI 应用层啊，还真有点慌了。那这就好比咱们在做菜，这美国人呢有最好的煤气灶，有最好的锅，但是怎么把这个菜炒得好吃？他们现在呢有点卡脖子。那梅纳斯做的这个呢，正好是美国人最缺的那块拼图。美国人的逻辑很简单啊，既然我竞争不过你啊，或者说我自己研发太慢，那我就利用我有钱的优势，直接把你给买下来。把你买下来呢，你的技术就是我的，你的人就是我的，你的数据也是我的，这就叫技术掐尖儿。这几年美国政府是怎么对咱们的？那是动用国家力量啊，又不卖芯片给咱们，又要封杀咱们的 TikTok， 理由是什么？理由永远是那一句话啊，国家安全。他们觉得这个 TikTok 让美国人不安全了，他们觉得这个华为呢让美国人不安全了。可是现在呢，轮到美国公司来买中国技术的时候，这帮人怎么不谈安全了？美国财政部啊，甚至还在审查那个 Benchmark 的投资，生怕中国公司占了便宜。结果反过头来啊，他们却想把中国的优质资产连皮带骨吞下去，这不是双标是什么呢？这就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那眼看着这笔交易就要敲定呀，眼看着这帮人就要拿着几千万美元去夏威夷晒太阳了，眼看着咱们的核心技术就要改型美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呢，咱们的中国商务部出手了。1月8号，消息出来了，商务部呢依据咱们的法律对这起收购案启动审查。这话字数不多，分量可是千钧之重啊！这就是球场上的裁判直接吹哨，掏出红牌，停，这球不算，这人不能走。这帮人可能以为我这个公司呢注册在新加坡，我人也不在国内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呢？这你就太天真啊，也是法盲了。咱商务部可是说了技术的国籍不看你公司注册在哪儿，得看你这个技术它是在哪儿生出来的。Minas 那个核心算法那些代码那些训练数据是不是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敲出来的？是不是在中国这几年研发出来的？是，那就对不起喽，这就是中国的核心资产，属于限制出口的技术。你想把这些东西打包卖给美国人，门儿都没有。只要调查结果没出来，这笔交易就别想达成。Meta 那边的律师估计现在脸都绿了。他们最怕什么呢？最怕合规风险。现在中国政府介入了，这个买卖呢就变成了烫手山芋。这个时候呢，网上还有一种声音我觉得特别逗。有些大聪明就在那边阴阳怪气说哎呀，没那么严重 ，Minas 呢就是个 Talk OpenAI 的产品，没什么核心技术卖了也就卖了呀，还能赚美国人一笔钱，多好啊！我说这种人他要么呢就是蠢，要么呢就是坏。你动脑子想想，如果真的是几个大学生在这个宿舍里花了3个小时就能复现的垃圾，如果真的只是个简单的套壳，硅谷最顶级的风投是瞎子吗？会砸7500万美元？Meta 这种1000亿级别的巨头是傻子吗？会费尽心机的掏20亿美元来收购？咱们别妄自菲薄美国资本家呢不是慈善家，他们比猴都精他们看中的恰恰是 Minas 在智能体领域的独特优势。那这些技术如果流失了，那就是咱们国家的损失。再说了，这里面还有一个要命的事儿，数据。AI 这个玩意儿它是得靠数据喂出来的。Minas 在这个中国运营了这么久你说收集了多少咱们中国用户的使用习惯呢？处理了多少咱们国内的信息？这些数据如果一股脑全交给了美国公司，那意味着什么？这就像是把咱们家里的账本日记本甚至连卧室的钥匙都交给那个整天趴墙头偷窥咱们的邻居这哪是什么商业交易这简直就是背后玩阴招。所以呢，商务部这次出手不仅仅是为了拦住这笔交易，更是在给所有的科技企业立规矩。在这个科技战的节骨眼上数据就是资产，代码就是武器。你可以在中国赚钱，我们欢迎；你想去全球发展，我们也支持。
但是想把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和数据拱手送给竞争对手，那是绝对不被允许的。科技无国界那是一句骗鬼的谎言。在国家利益面前每一行代码都有它的归属。那现在呢，这帮人估计是傻眼了。他们本来是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以为搬到这个新加坡就能洗白身份啦，以为抱上了美国的大腿呢就能高枕无忧啦。殊不知一张大网早就张开了。这帮人现在面临的可不是能不能赚大钱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保住身家性命的问题。有专家呢给算了一卦，说他们得挨4重重击。第一，钱财两空。依据法律如果这笔交易被定性为非法出口的管制技术那你的违法所得是要被没收的，而且还要被处以1到5倍的罚款。那20亿美元别说没到手你就算到手了，还没捂热乎呢就得吐出来了，搞不好还得倒贴。这第二呢，资产冻结。你在这个国内不是还有房子吗？还有存款吗？甚至还有没有来得及转走的关联资产吗？对不起依法管控冻结。还是第三，信用破产。这事儿一出这帮人在国内算是彻底臭了大街了，进了失信名单，这辈子别想再参与国内任何科技项目了。你想谁敢用一个为了钱就出卖国家合规底线的人这就叫社会性死亡。还是第四也是最吓人的，牢狱之灾。这个不是吓唬人如果查实了他们存在非法出口管制技术的行为，最高的可能要判15年有期徒刑的。你别以为你躲在这个新加坡就没事了，咱们国家跟很多国家都有这个司法协作，真要动真格的，你以为美国人会保你说到这儿呢，我得跟你说说美国资本的嘴脸那个20亿美元的收购款你以为是一次性付清的支票吗？天真了呀。Meta 这种老狐狸他签的合同里肯定全是坑，什么对赌协议啦，什么分期支付啦。那现在中国监管部门一介入交易受阻Meta 完全有理由触发违约条款，不仅后面的钱不给了，甚至可能反过来咬一口向 Binance 索赔合规风险损失。到时候这帮人呢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那聊到这儿呢，咱们心里头其实挺不是滋味的。这帮年轻人呢，本来有机会成为中国科技的英雄，他们有才华有技术赶上了好时代，国家给政策，阿里给云服务咱们老百姓呢给流量给支持。本来呢是一手天胡的牌结果因为贪婪，因为短视因为那种骨子里的买办思维硬生生给打得稀烂千万别觉得自己聪明能玩转中美2个大国，在国家的大事面前你那点小聪明根本就不够看。行了，今天这个事儿呢有点沉重，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